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妈，快递已经到了，我这就去拿。小雪，你自己在外面过年要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放心吧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又担心妈妈发现我的异样，就赶忙挂了电话。突然有个人撞在我肩膀上，疼得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过年不放假已经很悲催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撞，我不悦地冲对方说：你怎么回事？走路也不看着点。那人缓缓地抬起头，脸色清白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森森然的举动让我心生恐惧，默念一句神经病后赶忙快步离开。快递驿站里很冷清，只有小刘和大黄在值班。你春节也没回家？小刘惊讶地问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说了取件码，抱着沉甸甸的快递刚走出驿站，就看见路对面一个男人姿势怪异地走着，头快递到胸前了，腿僵硬地向前迈步，胳膊无力地垂着。我一脸好奇，忍不住对派送车旁的大黄说：黄哥，你看对面那人怎么回事？大黄没吭声，一直低着头，以为他没有听到，我又重复了一句。大黄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我有些尴尬，正准备直接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肩一沉，一只手落在肩膀上，转身的刹那，大黄的脸无限放大，面如死灰，嘴唇铁青。我吓得惊声尖叫，连连后退，夺命似的想跑回驿站。千钧一发间，一个水桶从天降，扣在大黄的脑袋上，他嘴里发出奇怪的吼声。下一秒，我就被人拽进驿站，门被砸得哐哐作响。小刘死死抵住了门，赶紧帮忙！一声吼叫让我瞬间回过神来，和驿站里的其他几个人将货架挪过去堵在门口。做完这些，我灰头土脸地瘫倒在椅子上。就在这时，路上传来一阵惨叫，透过玻璃镜看去，似乎是之前那个走路怪异的男人扑倒了一位行人。这一幕让我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也让我想到丧尸。驿站里避难的人开始抱怨眼下的情况：大过年的遇到丧尸，真够倒霉的。一个衣着艳丽的小萝莉嘟着嘴巴抱怨：谁说不是呢？我就来取个快递，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男人推了推眼镜，满脸愁云：我比你们更倒霉，我是来帮别人拿快递的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一个20多岁的大男孩哭丧着脸。我赶紧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，得知妈妈一切安好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其他人也陆续联系了家人，互报了平安。外面依旧很嘈杂，不时传来的惨叫声代替了原本该出现的鞭炮和欢笑声，总有不明生物来撞门，每一下撞门声都让我心惊肉跳，不知会在这里躲多长时间。我不敢浪费手机电量，于是找个角落闭着眼睛休息，可是心里又乱又怕，没有一点困意，直到肚子咕咕乱叫，我才睁开眼睛，周围更暗了。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下午6点了，这时间都要吃年夜饭了。想到往年团圆温馨的画面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要不我们吃顿年夜饭吧，就算是死也做个饱死鬼。大男孩突然提议，大家纷纷点头，满脸期待地看向小刘。面对众人殷切的目光，小刘满脸尴尬。平日工作忙，我们都吃外卖，店里根本没有存粮。那我们也点外卖。小萝莉提议。这外卖员来了，怕是真的给丧尸送外卖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饿肚子吧？就算这一顿不吃，那以后呢？总不能天天饿着。大男孩说出了众人的担忧。要不然我们拆快递看看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要不我们拆快递吧？听完我的建议，大家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赶紧把头低下去，小声地解释：总不能就这么饿着吧？这个建议太棒了，宝贝，你就是个天才。小萝莉拍手叫好：姐姐，你是我的神！大男孩也附和着。眼镜男虽然没说话，眼里却流露出赞许的神情。不行，这是顾客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私自拆开，否则是要理赔的，这关系到我们驿站的信誉。一直沉默的小刘坚定地说：命都要没了，谁还在乎信誉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：就是啊，实在不行，等咱们出去后再和那些顾客解释。小刘依旧一脸为难。我们可以先报一下自己的快递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。眼镜男一针见血：我的是化妆品，还有一箱辣条。我带去的是球鞋，我的是纸尿裤、隔尿垫，还有1桶奶粉。要不然咱们喝杯奶粉充充饥。哎，我的是我妈寄过来的年货。我的话音未落，4个人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，
眼神里都是崇拜。啊，可惜丧尸追我时被我吊在外面了。我心虚的补充，切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要不然把门打开，把快递捡回来。小萝莉满眼期待。能行吗？我有些担忧地问。小刘迟疑了几秒，搓了搓手，站起身直奔门口。他刚靠近门口，砰的一声巨响从外面传来，接着是几声恐怖的嘶吼。小刘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，其他人也都吓得够呛，戒备地噤了声，无人再敢提去外面拿快递的事情。看着外面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我的内心也低落到谷底。我们也都尝试地拨打过求救电话，可是一直都是忙音状态。网上也全是铺天盖地丧尸咬人的消息，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。房间里却安静得可怕，每个人的神情都很茫然。我捂着渐渐发疼的胃，不停地祈祷这场灾难赶紧结束。一声响动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吓得汗毛再次立了起来。原来是小刘起身时碰到了旁边的椅子，他咬了咬牙，抓起一把剪刀。你要干嘛？我有些担忧。拆快递，找些吃的。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默默跟在小刘身后。小刘挑了一个比较大的快递，看他的模样分量不轻。我瞟了一眼快递包装，收件人叫团子小姐，眼前瞬间勾勒出一个胖乎乎的宅女姑娘形象。我对这个快递充满了期待，紧张地盯着小刘接下来的动作。然而当小刘把一大袋狗粮从快递箱里拿出来时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失望爬上了心头。先别丧气，再看看别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一个名叫诚意圈外老婆的快递，心里默念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拿起剪刀，小心翼翼地划开胶带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袋，看起来鼓鼓的。你猜是什么？小萝莉突然凑过来问。我摇摇头，肯定是玩偶一类的，能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有一颗少女心。果然，包装袋里是一只玩具兔子，可爱又粉嫩。小萝莉惊呼着要和它自拍发朋友圈，手机举起的刹那又放了下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思看朋友圈？这兔子好看是好看，就是不顶饿。唉，要是熏兔就好了。我想吃我妈做的红烧兔头了，她每年过年都做。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眼眶不自觉地红了。哎，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忧伤的情绪被大男孩的话打断，赶紧凑了过去。他拆出的是5根哈尔滨红肠、五谷凤爪和麻辣豆干，妥妥的下酒菜。你这手气真不赖，幸运男孩啊！你再挑一个拆开。大男孩被夸得两眼放光，又喜滋滋地选了一个快递，自信地拆开。哇，是一盒速溶咖啡和纸杯。牛啊！饮料也有了，你再拆个主食出来，最好是饺子。小萝莉一脸崇拜，大男孩自信心爆棚，吹着口哨从一众快递盒中选中一个，然后在万众瞩目下拆开了快递。当他将一包女性黑丝举起来时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尴尬的神情惹人发笑。饺子，是饺子！眼镜男的声音突然传来，那语气比中了大奖还高兴。眼镜男拆出了4袋饺子，2袋猪肉大葱，2袋香菜鸡蛋。香菜馅儿的都没听过。小萝莉在一旁迎合着。有锅吗？我问小刘。有。我的笑容加大。不过煤气用完了，还没来得及换新的。No， 还有比这个还悲催的吗？小萝莉忍不住哀嚎，我的表情也垮了下来，心沉入了谷底，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。不过这有电磁炉。老弟，咱说话能别大喘气吗？就连沉默寡言的眼镜男都忍不住吐槽。小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紧接着我又翻出一个已经快被压扁的快递箱，原本对它没有丝毫期待，可当我看到里面是几包螺蛳粉时，恨不得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因为这是我的心头爱。还有这些。我们把刚才拆出来能吃的东西都摆在了桌上，大家脸上写满了喜悦，看着五花八门的东西，听着外面丧尸的咆哮。终于在0点钟声敲响前，我们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。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，我们终于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晚上睡觉前，我又开始尝试着寻求救援，可依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但最让我担心的是，妈妈那边也没有了消息。这怎么睡啊？小萝莉在一旁不满地抱怨，因为驿站条件有限，只有2楼的卧室是工作人员平常休息的地方，除了卫生间和简易的厨房外，只有一个破旧的3人沙发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驿站经常会接收一些保鲜产品，所以屋内也根本没有暖气。哎，这里有几床被子？眼镜男问小刘。2床，1床厚的，1床薄的。刚才我拆出来一个羽绒服，应该能用上。我将羽绒服拿出来抖了抖。这样吧，楼上的床给2位女孩睡，再给她们1床厚被子，咱们几个轮流守夜，剩下的……小刘话音未落，不行，
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，我想自己睡，给我一床被子吧，我还特别怕冷。小萝莉低下头，弱弱地说道，但话中丝毫没有客气。大男孩耸了耸肩，表示无所谓，一切听从安排。小刘却有些犹豫，因为楼下的温度会比楼上更低。原本他们3个一床被子，有人守夜，另外2个人稍微凑合一下也是可以。可他实在不擅长对付女孩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犹豫道：“那薄被子就给……不行。”眼看着小刘说出被子都给女生，眼镜男猛地抬起头，坚决地发表意见。4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他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的眼眶竟然红了，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力地擦拭了2下眼角，又颤抖着双手把眼镜戴上。你们2个女生一起就凑合用1条被子吧。我老婆快生了，我不能生病，我还得去找她。眼镜男哽咽地说着。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的余光瞥见小萝莉不停地撇嘴，驿站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谁也不愿意妥协。我抠了抠手指，不着痕迹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有羽绒服就够了，被子给你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被发好人卡得我默默耸了耸肩，抱起了羽绒服往楼上走去。旁边的小萝莉依旧在哼哼唧唧，呼呼的风声伴随着丧尸的吼叫，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明显。尽管我很疲惫，可始终都没有睡着，耳旁边听着小萝莉轻微的鼾声。突然，砰的一声响动从窗口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顺着声源望去，模模糊糊间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在攒动，难道是丧尸？瞬间，我的呼吸急促，冷汗不停地往外冒，我紧抿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丧尸会不会攻击我？我该怎么办？就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那个身影竟然消失了。难道是我的幻觉？我闭上眼睛再睁开，努力看过去，窗前依旧空荡荡的。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自己竟被吓得神经兮兮。第2天，我被一阵咳嗽声吵醒，茫然地睁开眼睛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脑袋有些短路。直到小萝莉的抱怨声，才把我拉回现实。大冷的天不关窗户，是不是有病？把我都冻感冒了，谁这么缺德？窗户果然开了一道缝，冷气嗖嗖往里灌，怪不得越睡越冷。小萝莉连打了2个喷嚏，紧接着是一阵咳嗽。不会是你故意把窗户打开的吧？我睡床又有厚被子盖，你心里嫉妒。小萝莉眼神不善地盯着我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得很有道理。我没你那么无聊，内心也不黑暗。她莫名的针对让我也没了好语气，我径直忽视她朝楼下走去。楼下的男士已经起床，大男孩低头打游戏，眼镜男在拆快递，小刘正用电磁炉默默煮水饺。小萝莉一下楼就噼里啪啦地说着自己挨冻的经历，还不忘用恶狠狠的目光叨我。这风也太大了，竟然能把窗子吹开。窗子上了锁的，风不可能吹开。小刘坚定地说。你确定窗户上锁了？我无视了小萝莉的阴阳怪气，紧紧盯着小刘。在得到确认后，脑海里闪过昨晚上看到的那个黑影，那不是我的幻觉，那他到底是谁？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抬头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其他人，细思极恐下鸡皮疙瘩爬满了全身。一阵毫无章法的敲门声突兀地响起，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门口。小萝莉刚想尖叫，却被小刘抢先一步捂住了嘴巴，小声地警告她不许出声。敲门声更加激烈，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：“有人在吗？”是谁？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有人在吗？开个门吧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小刘表情凝重地抓起一个平底锅，一点点地靠近门口，透过旁边的玻璃窗悄悄看过去。一个头发凌乱、满脸疲惫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，手上还提着一个黑色购物袋。你是谁？小刘深呼一口气，试探着问。女人看到小刘，脸上一喜。哎，你是小刘吧？我是大黄老婆，我在大黄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。嫂子？小刘有些疑惑。哎，是我。大黄过年都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我不放心他，就过来看看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大黄被感染后的恐怖画面，心里有一丝难过。小刘也很动容，刚想靠近门口，就被人猛地拉住。你疯了吗？凭他的3言2语就开门，他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眼镜男一脸不悦，小刘一愣，而后自言自语，他看着不像。外面都是丧尸，他一个人怎么走到这里的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，大男孩也配合着点了点头。我也不赞同小刘盲目开门的举动，毕竟现在情况特殊。女人依旧在门口不停地解释，眼镜男快步上前，直接抵在了门前。他冷静地分析：
我在网上也看到过相关的新闻，丧尸会不停地进化，甚至在人类面前隐藏自己。你怎么确定他有没有被感染？就是，你可别把我给坑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小萝莉连打了3个喷嚏，吸了吸鼻子。面对众人的反对，小刘冷静了下来。他扭过头，不再看门外的女人。女人的拍门声越来越重，周围隐约响起了丧尸低沉的吼叫声。赶紧想办法让他走，不然丧尸都会围过来了。小萝莉细声尖叫地喊着，被她这么一喊，我们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我着急地对门外喊：“你快走吧，大黄已经变成丧尸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女人瞬间面色灰白，绝望地立在了原地，眼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。她哀伤的情绪让人动容，我的心也有些泛酸。丧尸会流眼泪吗？我喃喃道：“先放他进来吧。”那也不能开门！小萝莉尖叫着阻止。小刘满脸不悦，冷眼看着小萝莉。驿站的物资有限，多一个人就代表着多一份消耗。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这份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。女人惊恐地拍着玻璃门，眼泪疯狂往下飙。她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小刘，救救我！求求你了，把门打开！求求你了！”她身后的拐角处，不知何时出现了2只面目狰狞的丧尸。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着实为女人捏了一把汗。求求你们了，把门打开吧！我也有食物的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急救药品。女人的声音依旧在门外回荡。眼镜男看了一眼众人，他这样砸门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进来的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不然大家都会完蛋的。大男孩无所谓地摊了摊手心。那不行的话，先把他放进来，我们几个可以先控制住他。小萝莉在听到女人的话后也没有吭声。许是谁都不愿看着眼前好好的人直接变成丧尸，眼前确实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片刻后，小刘顺势冲向门口，和我、大男孩3人合力推开货架。就在小刘准备打开门时，女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。眼看一个丧尸已经来到他的跟前，千钧一发间，小刘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平底锅开在丧尸的脑袋上。我趁机将女人拉进驿站，安置在可控的角落。等货架彻底挡在门口时，大家都筋疲力竭地喘着粗气，我的手心也冷汗淋漓。外面丧尸的吼叫依旧让人毛骨悚然。那他该怎么办？小萝莉悠悠的声音从一侧传了过来。女人依旧惊魂未定地站在角落不停地抽泣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们先收拾个地方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，先让你自己在屋里待着。女人小声啜泣着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谢谢。众人把杂物间先收拾了出来，让女人先住了进去，顺便给她递了一些食物。时间过去了2天，女人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并没有出现异样。但直到今天早上，快来帮忙！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急匆匆地下了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杂物间里砰砰砰的响动代替了回答，门也被砸得摇摇欲坠。他怎么了？我紧张地问。门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，突然，一只手从门中央砸出一个洞口伸了出来。陡然间，我看到她手腕上黑色的伤口，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被丧尸咬了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小刘，他看出我的疑惑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我几乎崩溃地否认，女人这几天的隔离并没有异常啊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？一想到之前收到的消息中有讲丧尸会隐藏在人类当中，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。难道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中，一直隐藏着一个丧尸？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瞄着众人，脑子里乱极了。女人越发的暴躁，开始破坏砸出来的那个洞。众人卖力地开始加固房门，我依旧警惕地观察着他们，但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等等，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被我忽视了。是他。我忽然想起小萝莉到现在为止都没下楼，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小萝莉一脸不悦地从楼上走下来。一早上乒乒乓乓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可是个病号。小萝莉盛气凌人地抱怨。那女人被感染了。我快速说完这句话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什么？小萝莉似乎没听清，不耐烦地问。她变成丧尸了。我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，小萝莉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，是你们不听劝。你们要死可以，千万不要拉我垫背啊！没过一会儿，3个男人已经将门加固完毕，个个汗流浃背。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萝莉眼神忽闪。我怀疑我们当中有隐藏的丧尸，而且昨天半夜我有看到一个人影靠近杂物间。
眼镜男吐出一句话，让众人纷纷都盯向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不然说下昨晚上大家都在干嘛好了。我昨晚上一直在床上打游戏，期间去了几次厕所。大男孩说完，指了指他用纸盒搭建的简易床。你没靠近过杂物间？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没有。你说谎！昨天半夜我看到那个人影之后，四处打量，只有你不在床上。眼镜男笃定地说。大男孩一愣，随即挠了挠脑袋。那也算吗？我就是找充电器路过而已。你的充电器怎么会在杂物间附近？除非你之前去过。小萝莉咄咄逼人。我还听到了你和女人的对话，你问她想离开吗？眼镜男又补了一句。瞬间，众人看大男孩的眼神变了，戒备又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真的比窦娥还冤。昨晚我充电器不见了，就四处找充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杂货间的门口。我还纳闷呢，那女人问我什么时候放她出去，她家里还有3岁大的孩子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大男孩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要我说，你的嫌疑更大。我看到昨天白天你和女人称姐道妹了呢，那女人还给了你一包东西，没准你就是那时候把她给咬的呢。大男孩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小萝莉。胡说八道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小萝莉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叉着腰恶狠狠地警告大男孩。你先解释解释，在门口和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大男孩不甘示弱，面对众人警告的目光，小萝莉认命地低下了头，说出了真相。女人看到小萝莉不停咳嗽打喷嚏，告诉她说自己那里有感冒药。小萝莉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就喊了她几声姐姐，然后她就把感冒药给了小萝莉。我真的没问题，我发誓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他给我对质。小萝莉委屈地指了指女人的方向。杂货间里，女人用身体重重地砸在门上。你说的轻巧，他现在这样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和你对峙吗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眼神点了点女人。大家看向小萝莉的眼神更冷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？这群人里你的嫌疑最大，因为每天是你给他送饭，和他接触最多，随时都有机会下手。你这么热情地让他进来，该不会想给自己多备一份食物吧？小萝莉嗤笑，几道利剑般的目光又齐刷刷射向我。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重物向我袭来，我的眼前一黑。